好，鄭麗文從這個大陸回來呢，昨天接受中廣王淺秋的專訪，你就問他嘛，習近平跟你談到底怎樣？因為他有些是開放給大家記者去彼此開始制止，後來1個鐘頭是閉門的。那鄭麗文說他很放鬆哦，而且希望呢，既然我能夠跟共產黨談話，也希望能夠跟民進黨談話啊、哦。我們這都在台灣談話有那麼難嗎？啊、哦，那他第一次接見習近平，他說呢，他大量脫稿哦，就是並沒有照着稿啊、哦。那另外呢，說美中可以和解，朝野為什麼不能和解呢？所以應該可以雙和解哦，而且台灣不應該當祭品啊、哦。那另外呢，賴清德說，用和平包裝統一，帶給台灣無窮的後患哦，糖衣毒藥啊。那另外呢，鄭麗文說，希望跟賴清德，其實鄭麗文去之前就有說去之前也可以，回來也可以，希望跟賴清德能溝通一下哈。以前都是民進黨主席、總統希望跟在野黨主席溝通，在野党主席拒絕，這是真的是第一次。在野黨鄭麗文說，我願意跟民進黨執政黨主席溝通，賴清德不理啊。總統府冷回，哎呀，不要跟我溝通了，趕快審國防特別條例了，這比較重要了。那這個也可以溝通啊。哦，所以賴清德真的是很少看到這麼怪的人，講實話真的是很怪啊。那另外呢，這個鄭麗文又在喊話，說願意拜訪賴清德，來跟他說明政協會的情況。鄭麗文說：“你不是最近要去這個南非旁邊那個史瓦蒂尼訪問嗎？等你出訪回來也可以，我也不急哦。但是呢，希望哦跟你溝通一下。”李鴻源說：“陸委會把這次他們去訪問的成果講成統戰工具，太過分了啊、哦！”那鄭麗文說：“92共識也不是洪水猛獸嘛，會帶來和平跟利多啊。哦”那另外呢，這個蕭錫辰說呢，92共識是根據憲法的，也不是前提的哈，它本來就是這樣子嘛。哦，這個一中，我們是中華民國，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岸呢各說都是一中，但是一中是誰？各以口頭表述，你說你的，我說我的，各說各話。其實92共識，我來解讀就是沒有共識的共識，它沒有共識啊，有什麼共識呢？沒有共識，好吧，它就這樣算了。看一下，如果國共兩黨都可以坐下來談，為什麼民進黨跟在野黨不能夠坐下來面對面的溝通呢？當然，我也非常由衷的祝福賴總統這一次的出訪一切順利圓滿。麗文可以等你出訪回來，就算你不願意談兩岸，那麼國內的憲政僵局也片刻都不該再耽擱了。來，佳宇。我覺得鄭麗文主席這一次去，當然外界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首先，可能如果說要挑毛病，當然說他在這個巴士上等了1個小時，那這好像不是中國待客之道，是不是故意給鄭麗文穿小鞋，或者是說他準備了很多的講稿，包括說要讓台灣去加入國際組織或者是 WHO 等等，但這些全部都在直播的時候被中斷了，記者被趕出會場。這個是大家覺得說是不是中國就是沒有要聽這些，而後續到底有沒有講這些，都是一個問號。那此外呢，大家對於92共識到現在還有很多的疑惑，這個疑惑就來自於因為習近平在這個2019年的告台灣同胞書40週年的時候，他重新詮釋了92共識。他說92共識就是要共謀這個中國的統一這個把92共識呢說成就是一個中國，而且呢要這個台灣方案就是1國2制，然後就是要共同謀求統一。所以這個92共識的內涵已經被習近平是這樣子的詮釋，這也是大家都在看說鄭麗文這一次去中國，在習近平面前能不能講出92共識一中各表，已經不求你在講什麼中華民國什麼，你就講一個一中各表。這個我們也沒有聽到，所以這樣的一個92共識，雖然大家說啊沒有共識啊，我們反正就是用一個模糊來創造空間，可是問題是你這個模糊在中國的定調，它就是一個共求這個兩岸的統一，然後就是1國2制的這個樣的方案，這樣子是我們所有台灣人民都不可能接受的。可是，一旦被中國這樣定調，而且你還接受了，中國就說我就是這樣講的啊，然後你接受啦，這樣子未來對台灣在國際上或者怎樣的發生自主權等等，都會受到影響跟壓縮。我想這是大家最擔心的。
而且剛剛講到鄭麗文這一次去，還跟台灣民主基金會申請了這個400多萬的經費。那當然，如果你是促進兩岸的和平交流、民主人權，你去談黎智英，去談中國這麼多民主人權的問題，那我們都覺得說民主基金會贊助你很 OK。民主基金會的本質就是這樣，你不設統一，只要是追求民主人權的國際交流，都支持都贊助。可是習近平很早就說了，民主基金會這個被中國視為是拒絕往來戶，所有中國的企業、官方等等都不能跟台灣民主基金會有任何的這個交流，因為他們把台灣民主基金會就視為一個這個民主自由等等跟中國是背道而馳的一個價值跟理念。就你鄭麗文今天拿民主基金會的贊助去跟習近平握手，今天網絡上已經很多人在說，是不是陷習近平於不義？習近平你自己反對與台灣民主基金會交流，結果今天去跟你握手交流的中國的這個國民黨的代表團，他是拿台灣民主基金會的贊助。這個我覺得可能習近平如果知道，可能也會不開心哦。所以這整個過程，當然我們會覺得國民黨泱泱大黨，如果連400多萬都要跟民主基金會申請，那可能也代表國民黨現在確實狀況不是很好。可是整個的成果，如果說剛剛講的惠台的10項政策啊等等等，是刻意要繞過官方，然後用其他的形式，好像以後跟共產黨談的就只能是國民黨，用這樣子的一個方式來去矮化台灣的話，對於台灣的政府或者是未來，其實大家會憂慮的就是在這一次鄭麗文還談到說，要為兩岸的和平創造一個制度性的協議。一講到制度性的一個協議的時候，大家就在擔心的，你的制度是什麼？是不是就是所謂的和平協議？是不是就要把台灣鎖進中國？是不是就是所謂9·2共識、1國2制這個共謀統一這樣子的一個方案？這個絕對就是大家所擔心跟疑慮的，絕對不能模糊，必須要說清楚的。也就是未來大家會去質疑說，如果國民黨2028你要選總統，你跟共產黨之間，你到底能不能談清楚？我們就是中華民國，我們就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這個是我們所堅持所有台灣人共同的價值跟信念。南璇，不過國民黨現在真的很窮，是真的。对啊，我覺得那個480萬，我覺得事實上是不用這樣的一個那麼特別去那麼奇怪的去解讀了啊。如果說真的是民主基金會，然後拿這個錢呢去跟這個習近平去對談，那我覺得對台灣來說當然很好啊。我們用民主去統戰對岸不行嗎？事實上在談和平，談到下一步，你怎麼知道結果是什麼東西呢？就我們對台灣要有充分的自信了啊！我覺得這一次的話呢，事實上沒有涉及到任何的制度當中，你說談什麼和平協議，談什麼可能的機制，事實上沒有政府出面，不可能真的談出來。所以這這個叫倡議，他倡議的接下來，他為什麼不斷的呼喊，希望呢這個賴清德能夠坐下來談？他當然就希望這個由這個執政黨來接棒嘛，因為很多東西如果你不談，比方說我們剛剛講到的10項的惠台的政策。坦白說，有非常少是屬於片面中國大陸就可以做的，比方說開放這個什麼福建啦、什麼上海啦等等的他們的大陸客來台灣，這是片面可以做的。但其實大部分的有關於什麼農漁產品啦、什麼直航，都還是要去政府出面嘛。所以為什麼這裡我們需要不斷的呼籲賴清德，就是今天他即便開了路，他今天呢即便呢拿這個和平打頭陣，但如果說你民進黨不接棒的話，所有事情都是枉然。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整個回過頭去看，我覺得很簡單。就當你今天用惡意去解讀一件事情的話，門永遠不會開。兩岸之間永遠在低谷，甚至會比低谷更低。因為呢，當你缺乏善意的時候，你缺乏交流的時候，你缺乏彼此之間的一些認知的時候，其實目前全球的戰爭，任何一個地方，尤其台灣，這不止台灣自己擔心，全球都擔心它會爆發。尤其對川普來說，這麼的不可理解，這麼的不定時炸彈。所以呢，回過頭來看，當你用惡意的時候，什麼事情都會被阻擋。但你反過來說，如果你用善意，其實民進黨說好什麼航線啊，這個要幾條要談啦，什麼這個幾點要談啦，班次多少要談，那就談啊。你覺得要怎麼樣就怎麼樣，不是嗎？就所有的事情你不用先，你說民進黨，你說對岸不要先設前提，民進黨也不用先設前提嘛。你既然說航運有很多的狀況，有細節，是一些障礙，那就談到沒有障礙為止嘛。那同樣的，農漁產品也是這個樣子啊。你覺得這邊不對，那邊不對，那坐下來談。所以今天重點在於說，當對岸願意坐下來談的時候，那你當初不是說要坐下來談嗎？那人家不坐下來談，你就罵人家；那人家先要坐下來談，你就說你不要談。所以我覺得這本就是代表說，你如果說你今天不想談，
我覺得那就是一個政治當中的考量，你不想談所有事情就擋在那個地方。但今天如果說我們確實體認到目前全球的局勢，我們一味的親美的局勢，我們這個不斷的押寶川普，現在全世界的這一些所謂的美國的盟友都已經不再是那麼的充分相信美國是一個不會背叛的盟友的時候，他們不再把這個美國當做一個民主世界、一個西方世界的一個領頭羊、一個老大哥的時候，通通都認為說中國大陸必須第一個至少分散風險，第二個搞不好是一個槓桿，你可以去跟這個美國跟中國各自有一些可能談判的籌碼更加靈活的時候，我覺得沒有道理。台灣其實最具有戰爭風險，我們卻把這樣的一個可能的善意摒除在外。所以呢，在當初鄭麗文出發之前，我就已經說過了，其實賴清德不要那麼小氣。當初陳水扁在連戰出發的時候送給他，主席你辛苦了，你這個事情是有意義的。在宋楚瑜要去的時候，甚至把宋楚瑜請到府裡面去跟他們对談，這個是讓對陳水扁，即便後來並沒有太多的一些實質上的斬獲，但是也並沒有真正擋下來，並沒有讓兩岸之間那麼的緊繃。那對於賴清德來說，他為什麼要這麼的狹隘，這麼的小氣？我覺得這件事情其實解釋半天，我覺得只有民進党自己本身的可能的選舉考量跟可能政黨利益，不然你看不出來有任何的一個理由是他可以不要以蒼生為念，他不以台灣的民生福祉為念，他不以我們的觀光業者為念，他不以我們的農漁業為念，他到底在想什麼？我覺得重點是他到底在想，那他在乎什麼嘛？那你就告訴我們，那你不見，那然後呢？然後你有没有任何的想法？你有没有辦法可以讓這些觀光業者去突破？你有沒有辦法讓这一些中國大陸市場成為我們的市場之一？因為現在國際的局勢如此之動盪，現在連日本，你說他跟美國很好，他也在走這個中國大陸某些部分的路線，韓國不也是？歐洲不也是？哦，所以我就說，到底我們的政府，我就不懂了。所以到現在為止的話呢，看起來完完全是鐵板一塊，用盡你所有可以的惡意解讀去面對鄭麗文回來，那我就覺得那就沒有什麼好談的啦。我基本上這樣了啊，我如果覺得你有善意，或者我從善意來看你講的任何事、做任何事都是善意的。是，當我從惡意的角度來看，你講的什麼話都是惡意的，對不對？今天鄭麗文去，習近平說要和平，他現在也沒提一國兩制，也沒提統一，他就很擔心哦。不管他提和統、武統、一國兩制，哇，這國民黨年底不要選，他都沒提，沒有，對不對？講的是和平啊，所以呢，那你也罵他，這是叫糖衣毒藥。對不對？那他如果講說要打你呢，那就算什麼呢？所以他要和平，你也罵他，這個反正你都罵就是了，就是這樣。因為你本身的立場就是從惡意來看，什麼事都是惡意的。休息再回來。好，我們這一節多了一個特別來賓，立達國際徵信的執行長謝志博，謝執行長，好，歡迎你，歡迎你。為什麼請謝執行來呢？李乾龍昨天突然傳出來，他的車子發生了在後面的那個方向燈有追蹤器啊。那為什麼會引起懷疑？因為他是去年11月被聘為國民黨的副主席，同時兼秘書長。光副主席不稀奇，好幾個嘛。秘書長這個就很重要了，特別最近要選舉，他在各地，我看到很多地方他都去。哦，這個擺不平啊，他要去擺平啊。哦，今天他就要去參加，跟這個下午就跟李四川啊有會議啊等等一大堆，很多地方都有他的蹤影。所以呢，到底會不會有人想知道說，國民黨這個地方到底提名誰，到底怎麼擺平，擺不平啊？所以呢，他發現追蹤器，而且是先還不是追蹤器，先他的司機覺得有人要跟蹤我的車，為什麼要跟蹤我的車？哦，因為跟蹤你的車，跟接你的車，有人比較粗心大意，有人會警覺的啊。那所以呢，去年11月一連串發生這個事情，那所以國民黨現在風聲鶴唳，昨天整個中央黨部還有他們這些高級黨員的車都去檢查，看到底有沒有啊？那到底有沒有國家機器介入？哦，那國民黨文傳會主委尹乃菁是說呢，誰來監控我們這個副主席兼秘書長？那顯然是國家機器有介入嘛，哦，所以呢，跟賴總統說你要追究到底，他也沒有說是賴總統啊，我想也不可能賴總統自己下令，但是你要追究嘛，你要下令嘛，啊，如果再有追蹤器，我就要告你，啊，我這邊講一個例子，馬英九在選總統第一次的時候，我就跟他講，我說我們人人自危，真的人人自危，電話也怕被監聽，到哪裡都怕被人家搞來搞去，啊，然後我自己也做了各種防疫的措施，
哦，比如有些電話特定的電話中間還加上那個這個把它打混亂，然後 scramble 打亂，因為李登輝到康奈爾就帶這套東西。我有一個朋友剛好也是進口者，就送我一套，很麻煩嘛，哦，所以呢我就跟馬英九講，我說真的很可惡，這樣監聽人家，讓人人自危。有一次政見發表會，哦，然後呢一個人一直跟着我走，我走快他走快，我走慢他走慢，後來他終於追上我，他說趙先生，我是調查局派來監視你的。好，但是我要把今天我的出差、我的那個加班費，我都捐到你那個募款箱裡面，也有點感動啊。還有一次，我跟謝長廷那個時候要辯論啊，辯論，然後呢，這個我就跟一個教授在談啊，因為他要問問題，我們要討論問題，講到一半，突然有一個電話打進來了，說趙先生不好，先生，我的電話跟你的電話剛好碰線了哈，我是這個情治人員，我可以給你一點建議嗎？他忍不住要給我建議哈，他一直在監聽，怎麼會跟我碰線呢？好，所以我太多這樣的例子哈，所以呢，這個我當時就跟馬英九講說，你一定要制止。馬英九果然當選總統以後，到各個單位，到安全局、到情報局、到調查局、到任何單位去，都3令5申警告他們，你們不可以這樣，不可以幹這個事情。我聽說很多情治人員對他很不滿意，本來我可以監聽啊，跟馬英九下令，通通不能做啊。那我還不知道是真假的。總統府副秘書長叫高朗，有天跟我講，少康兄，你當時建議馬英九，他真的這樣做，到任何地方都要求不可以這樣子，不可以去監聽人家，哦，等等啊。好，所以呢，國家機器有沒有介入？當然，國家機器一定否認了，哪有介入？沒有啊，哦，你太太找人來監的，怎麼你的？所以李乾龍今天也開玩笑，然後他第一時間就問他太太說，你有沒有來監視我啊？哦，因為李乾龍太太長蠻好看的，哦，比李乾龍好看，哦，整個氣質根本都好很多哈。那另外呢，總統府說你要去報案啊。哦，而且對尹乃菁的指控嚴正抗議，我也覺得為什麼不報案，就報啊。但他們說第一個報也沒用啊，為什麼？你查誰？根本就查不到啊。如果是國家機器來的，你查誰？另外，據說李乾龍同時還接到恐嚇信，告訴他你給我小心哦，所以他就是說啊，大事化小，大事化小哈。那所以你看，被裝這個追蹤器還收到恐嚇信，那尹乃菁說他們手上是有證據的。哦，只是當事人呢，大概覺得這個時候也就大事化小就算了，但是證據是保持在手上的哈。國民黨嗆說，民主國家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跟水門案一樣。尼克森為這水門案下台，就是因為他們共和黨人跑到民主黨的競選總部去裝了個竊聽器。哦，你說是尼克森指什麼？不會，他怎麼會支持這個事？但為了這個事情，最後尼克森下台，國會要彈劾他。羅明才說這是民主倒退，而且要偵防單位發誓，我現在抓不到你，就抓，發誓說你沒有，如果有的話，你是怎樣祖宗八代啊？這個怎樣會怎樣這樣哦，羅明才這一招就是發誓，我們看一下。有解決嗎？那個車是來。雲淡風輕，國民黨副主席李乾龍揮手說沒問題，但在這之前，國民黨中央黨部如臨大敵。因為李乾龍他平時跑行程搭乘的黑色廂型車，近日在進場保養時，發現遭人安裝了車輛追蹤器，而位置就在他坐車後方的方向燈處。這個副主席就覺得說啊，算了，我們就加強我們內部，我們內部的各項的這個安全檢查，借機進行全面安全檢驗。但其實早在去年11月，李乾龍就常發覺自己遭人跟車，直到4月才發現遭裝追蹤器。為此，中央黨部也特別採買監測器，把所有長官辦公室座車測過一回。不過，據了解，除國民黨主席鄭麗文有黨中央的專用座車，副主席李乾龍是自費聘請，另外3位副主席皆無配車。當黨的秘書長副主席兼秘書長都被放追蹤器的時候，是不是代表全黨上下都面臨了這樣國家機器的監控？執政黨政府不知道透過什麼樣的手段，在我們的這個車上呢裝這個追蹤器呢，司空見慣。行蹤遭人掌握，萊茵將炮口對準總統。不過民黨則反駁，請去警察局說。這個車被裝了監視器，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事情。國民黨應該要趕快來跟警方報案。我不曉得國民黨是有掌握到什麼樣的證據嗎？為什麼會做出是民黨政府安裝了這樣的一個指控？我們一定會出動我們的司法正義律師團，你就等着卸任以後，天天到高檢署和法院去報道吧。高層行蹤洩露，幾位當事人想就這麼算了，看在黨務幹部眼裡，非同小可。那立達國際徵信的執行長謝志博先生在這邊哈，是最早先的時候了，我大概知道一點了。最早先的是國民黨的行政單位去監聽黨外，
啊，是那什麼黃信介啊什麼這些都被監聽啊。黃信介自己跟我講，在立法院，我們都是立委嘛，就是那要掛線，離那個家裡不遠，要掛一個線在那邊聽，那時候很麻煩的。後來慢慢就可以在中華電信裡面了，在機房裡面了。哦，那現在 AI 什麼越來越發達，那到底現在是怎麼樣？我們分成幾個，一個跟監，一個監聽嘛，對不對？好，另外就是不是監聽可以是電話監聽，也可以在辦公室給你裝這些東西嘛。是，那到底一般是怎樣？我想就這個新聞事件，還是想要發表一下我的看法。首先，這個事情我覺得有一些弔詭跟令人覺得起人疑竇的地方。首先，他新聞中是描述說他在這個後方的方向燈去找到這台追蹤器，但實際上來說，在那個地方安裝追蹤器並不是一個很恰當的位置。一般在哪裡安？如果說今天是非常粗糙的，我們可能就後保桿。保險桿，對，保險桿。那當然，你說這個後方方向燈，我們手伸進去，那地方在這個內外的這個鈑金中間確實有一個區域可以放追蹤器，但是我們可以把它藏在那裡面的電線裡面，但它並不是一個好地方，因為如果說方向燈有壞掉了，它可能就因此查找就會看到。最好的地方是哪裡？通常我們覺得是輪毂，車輪啊，車輪輪毂上方。所以你看，我們公司的調查夥伴手常常都是充滿傷痕的啊，因為手要伸進去，对，想要伸進去哦，因為那個地方燙到了才會是因為那不會了，但是可能會被摩擦到，被摩擦到，因為那個地方除了這個避震器壞掉，輪子的上方，對，然後他們拉開一個小縫，把手伸進去裝，是輪子上面的車體嗎？車子身本身對，輪毂那邊是。那因為那個地方，除非是避震器有壞掉，不然其實不太會去檢查這個地方。所以說，如果是以同樣的做工、同樣的工時、安全性跟隱秘性來講，輪毂可能是更好的做法。然後第二點就是剛剛這個尹乃菁女士有提到說，希望這個政府嚴查嘛，但是這是告訴乃論之罪，那政府也自然無從查起。如果當事人不報案，對。然後第三點則是這個。有提到說，司機在日前就已經覺得自己可能已經被監更。那其實根據新北市政府107年10月份在新北市警局的公開資料顯示，他們的天羅地網系統的錄影檔至少可以存放1個月以上。所以說，如果在之前就有，它有分兩個，一個是影像檔是存放1個月，那如果是這個照片檔跟數據檔會存放更久。所以，即使你今天時間已經過了2個月，如果你去做相應的處理，應該是能知道後面是什麼車在跟你，並且可以了解看看它到底是不是跟政府機關有關的。我們在開車，我們怎麼知道後面有沒有車跟我？我們開車通常不會太注意嘛？那怎麼發覺呢？其實一般我們在。譬如說，我們今天要反跟蹤的話，我們可能會做一些動作。譬如說，我們會在同一個地方繞圈子，然後特別是鑽小巷子。那這個時候，看這個車有沒有在跟？沒錯。如果在今天車上沒有被安裝相應器材的情況下，這樣子通常都能知道說後面有沒有人在監跟我們，這是其中一個方式。那當然，我還是要希望能進一步闡述，就是說，如果今天因為追蹤器它其實並不是一個非常先進的技術，現在在我手上這個就是我們常用的追蹤器。它裡面其實就是電池加磁鐵，還有相應的模組。那其實追蹤器它並不是一個非常先進的什麼樣的技術，所以它是可以就粘在車體上啊。是沒錯。那如果說今天是情治單位真的有心要監跟一個重要人物，它其實有很多各式各樣的手段。譬如說，像現在目前很多的商家或者很多位置都有可以跟 WiFi 啊、跟藍牙連接。那其實每一只手機它都有它自己的特徵。那他其實只要掌握特徵，他就知道說你其實譬如有去過哪些地方，甚至在國外的一些百貨公司，他會透過這樣的方式來去了解你的消費習慣跟去的地方。那除此之外，譬如說可能會在一些你可能出入的一些場所安裝，譬如說偽裝成電信箱或偽裝成各式各樣的監控的器材，來了解你有沒有出入。那當然，警方也有所謂的偵防車，好，那可以去抓取你的封包跟相關資訊。也就是說，如果今天真的要跟一個這麼重要的人物，而且是情治單位跟的話，我想他不見得是一定要透過追蹤器這樣的方式去處理。追蹤器算是已經比較原始的東西的，就是我也在想，現在 AI 啊什麼這種各種很發達嘛，那到底要怎麼就是一般人是怎麼跟蹤，怎麼監聽，然後你怎麼反制？需要再回來。